最近 Notebook LM 的热度升得非常快。如果你有在关注这类工具，你应该已经感觉到了，它现在已经不是那种知道的人觉得不错的状态，而是开始进入更多人的实际使用的清单里面。这个变化本身就很值得注意，因为一款工具真正变强，不是大家开始讨论它，而是大家开始依赖它。也就是说，它不只是看起来厉害，而是真的开始进入工作流程。所以如果你今天还在用几个星期前的那种方式在用 Notebook LM， 那你很可能已经错过它现在最有价值的一段升级。很多人对它的理解还停留在把几份资料丢进去，然后问他帮我总结一下的阶段，这其实没有错，但这只是它最基础的用法。真正重要的不是它能不能帮你回答问题，而是它现在已经越来越像一个可以直接帮你产出成果的工具了。如果你想真正把 Google AI 变成你工作的系统，我已经帮你整理好一份完整的 Google AI 变现工作浏览图，里面包括了15个 Google AI 工具完整地图、5条变现工作流、15个可直接复制的 prompt 和7天的执行清单。你可以在下方的说明区找到链接，直接免费领取。这支视频我不是想再带你看一遍功能清单，那样意义不大。我要带你看的是 Notebook LM 到底什么地方最值得你认真学，哪些功能真的有用，哪些功能只是特定场景下才有价值。更重要的是，你应该怎么把它放进你自己的工作流里，而不是把它当成一个新鲜玩具。看完这支视频，你会更清楚3件事。第一， Notebook LM 到底最适合解决什么问题？第二，它现在那些真正值得用的功能到底该怎么用？第三，怎么把它从一个问答工具变成一个真正能替你产出结果的系统？你好，我是 Terry Ong。先讲最核心的一件事， Notebook LM 到底强在哪里？这个问题如果你没先想清楚，后面你学再多功能，最后都会用偏。因为很多人一上来就会把它跟 ChatGPT、Gemini、Cloud 放在一起比，然后问一句到底谁更强？这个问题其实问错了。Notebook LM 真正的价值不在于它是不是最会想的 AI， 而在于它是不是最会基于资料工作的 AI， 这个差别很大。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，假设现在有3家健康保险公司，各自发给你一套方案，第一家给你的是 PDF 宣传册，第二家给你的是一份表格，第三家没有文字版，而是直接给你录了一段视频说明。你如果自己看可能会觉得很烦，觉得很吃时间，因为这3种资料格式都不一样，表达方式也不一样，重点还分散在不同的地方。通常的话，正常人会怎么做？一个个打开，自己看，自己记，自己做对比，最后看到后面已经忘记前面。可是如果你把这3份资料都丢进 Notebook LM， 然后直接问一句到底哪一家的保障更好，它就会基于这些资料本身帮你去整理、比对、提炼出答案。这就是它真正厉害的地方，它不是在帮你凭空想答案，它是在帮你穿透资料，尤其是当资料很多很杂，格式又不统一，而且你又不能接受 AI 乱编的时候，这种能力就特别有价值。你可以把 Notebook LM 理解成一个很会读资料、很会整理重点，还能跟你持续讨论的研究助理。它最适合的场景不是你什么都没有，然后叫他帮你乱发想创意或者想法，而是你已经知道答案大概藏在这些资料里，只是你不想再靠自己一份一份去翻去做摘要。所以如果你要一句话记住它的定位，我会这样说， Notebook LM 最强的时候不是在帮你找答案，而是在帮你处理你已经拥有答案的资料。通常它特别适合3种条件同时成立的时候。第一，你已经知道哪些文件、哪些资料里面有你要的答案。第二，这些资料分散在不同的格式里，可能有 PDF、有简报、有表格，甚至还有音频和视频的格式。第三，你要的是基于你给的资料来回答，而不是模型自己去脑补。因为这件事不能有错，只要这3个条件同时成立， Notebook LM 基本上就会非常好用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直接进到它的操作逻辑。你打开 Notebook LM 之后，整个界面其实很简单，基本上就是3个栏，左边是 Sources， 也就是资料区，中间是 Chat， 也就是对话区，右边是 Studio， 也就是产出区。你可以把整个使用逻辑想成从左走到右，先把相关资料放进去，然后在中间跟它互动，最后在右边把成果做出来。这个顺序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很多人真正的问题就是只用了前2步，没有认真去用到第3步。多数人用 AI 的习惯还是很旧，
他们会把文件丢进去，问几个问题，然后把回答复制出来，粘贴到别的地方去，然后再自己重新整理一遍。这个流程当然比以前快，但本质上还是你自己在做大部分的整理工作。Notebook LM 现在真正值得重视的升级，是它开始帮你跳过这个中间断层，也就是说，你不只是能拿到答案，而是能更直接的把资料变成报告、PPT， 甚至可交付的内容。这才是它从一个问答工具开始变成一个生产工具的关键。先看左边的 Sources 资料区，你可以把所有它需要参考的东西都放进来，像 PDF、Slides、录音、表格，这些都可以。这个动作表面上只是上传资料，但实际上你是在告诉他，答案就在这些东西里面，你接下来所有的判断都必须围绕这里面的资料来做。我们先用一个商业场景来理解。比如你今天要做一份提案，目标是提高某个产品在亚太市场的使用率，你手上已经有2份资料，一份是内部策略的文件，一份是区域市场数据的 PDF， 但你知道这些还不够，因为你还缺某些国家市场的最新的外部信息。这时候 Notebook LM 现在有一个很实用的能力，就是你不需要离开这个工具，然后自己再开新的页面去查找，你可以直接在它的 Discover Sources 里面去补资料。如果你用的是 Web 加上 Fast Research 这一类的模式，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在 Notebook LM 里面做一次快速网络搜索。比如你直接输入日本市场最常使用的前5个 AI 模型，它会帮你找出一批可参考的来源。这里我很建议你记住一个使用原则，不要一次加太多的来源，我的建议是最多选3份就好。因为你一旦加太多，你自己就不会认真看，表面上你以为自己更全面了，实际上你只是把更多的噪音一起丢进去罢了。选3份的好处是，你会逼自己真的去判断一下这3份值不值得相信，而且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不是你熟悉语言的资料，比如日文，很多人看到这里就先退了，觉得自己看不懂，其实不用，只要来源本身有价值，你一样可以加进去，因为 Notebook LM 本身可以从里面提取你需要的重点，再用你要的语言回答你。这个点在处理跨市场资料的时候非常实用。除了 Web 加 Fast Research， 你也可以把 Drive 加 Fast Research 当成一种在云端资料库里找东西的方式。比如你明明记得之前团队发过一份某个市场的数据报告，但你懒得再回去翻资料夹，这时候你就可以直接让 Notebook LM 帮你找。再比如你记得团队做过一份某个主题的 Slides， 结构不错，你想拿来做参考，也可以直接在这里找出来。这个用法的重点不只是帮你省一点找资料的时间，而是让你不用离开当前这个工作空间，你是在同一个 notebook 里把要用的东西逐步去补齐，而不是资料散在外面，思路断在中间。再往下一个层级，有些人会看到另一个模式，像 Web 加 Deep Research， 它跟前面的差别在于 Fast Research 比较像帮你找资料列表，你自己再决定加什么，而 Deep Research 会更进一步，直接把找到的资料读一轮，然后综合成一份研究报告，再让你把这份报告当作新的 source 加进来。这个功能听起来很好，但不一定是你在 Notebook LM 里面最该优先用的。原因很简单，第一，如果你本来就对这个题目有一定了解，很多时候你自己筛选来源会比系统更能分辨哪些资料靠谱，哪些只是看起来像资料而已。第二，如果你真的是要做深度研究，这种任务通常在专门做 Deep Research 的模型里会更强。也就是说 Notebook LM 当然能做，但不一定是它最好的位置。你要分清楚什么是能做，什么是最值得用它来做，这就是成熟使用 AI 的思维。再补充2个很实用的小技巧。第一，如果你加入的是 Google Docs、Slides、Sheets 这一类的云端文件，它们通常会被当成活的文件来看待，意思是后面的原文件如果更新了，你可以同步最新版本进来。这个很重要，因为很多人做项目不是一次性资料，而是文件会不断被别人补充。如果你用的是这种类型的文件， Notebook LM 后续还能吃到更新后的内容。但如果你上传的是 PDF， 那通常就是固定的，你上传的那一刻是什么，后面就还是那个版本。这个差别你要有概念，不然你很容易以为自己看的还是最新资料，其实早就不是了。第二，如果有些网站不能直接加进来，也不是完全没办法。很多时候你可以先去网页的阅读模式，把纯文字内容抓出来，再粘贴回 Notebook LM，
这个方法虽然听起来老土，但是很实用。重点不是形式漂不漂亮，而是你能不能把该进来的信息干净的放进你的分析空间里。好，到这里资料区的逻辑就很清楚了。你不是把一堆东西乱塞进去，而是先放进你已经有的核心资料，再用 Discover Sources 去补足你缺的那部分。等这些都齐了，你才真正拥有一个完整的分析基础。接下来进入中间的对话区，这里大多数人第一反应都是好，那我开始问问题了。但真正关键的一步其实是在问问题之前，那就是先设定这个 notebook 的目标。因为如果你没有先讲清楚你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， AI 的回答就会停留在局部回应。你问什么，它答什么，当然也是能用的，但它不会自动知道你这整个项目的重点到底是什么。比如同一批资料，有可能有人是拿来做商业提案，有人是拿来做市场研究，有人是拿来做销售简报，有人是拿来准备管理层汇报。资料也许是一样的，但重点完全不一样。你不先设定目标， AI 就只能平均处理，最后什么都提到一点，但是不够锋利。所以在 Notebook LM 里，一个非常关键的动作是去 configure chat， 也就是先给这个 Notebook 一个清楚的任务背景。举个例子，你不是只说帮我整理这些资料，而是要告诉他这个 Notebook 的目标是为了做一份提高某个产品销售的商业提案。只要这句话设定进去，后面他所有回答都会更加聚焦，他会更自然的优先看增长，看市场机会，看策略方向，而不是泛泛的帮你总结文件。这个动作看起来很小，但它对最后质量的影响非常大，因为这不是在改回答风格，而是在改整个 notebook 的思考框架。接着再讲一个很容易被忽略但很好用的习惯，就是当你跟这个 notebook 已经来回聊过几轮，后来准备换一个全新的方向时，最好把 chat history 清掉。原因很简单，前面的对话会持续影响它后面的表达。如果你之前一直在聊 A 方向，后面突然转去 B 方向，它还是可能会不自觉带着前面的上下文，结果就是内容开始混，重点开始飘，尤其当你在做高准确度的任务的时候。所以换主题前把不必要的聊天记录清掉，通常是更干净的做法。但注意，不是叫你什么都删，你要先看一眼刚才那轮对话里有没有一些值得留下来的内容，比如某个关键数据点，某个特别好的判断，某个你知道后面还会反复引用的 insight。 这时候你可以先把它存成 notebook。 更进一步的话，如果这个 notebook 很重要，你甚至可以把它升级成 source， 这样它以后不只是一个备注，而是会正式进入这个 notebook 后续所有 Studio 输出的参考范围。这个动作非常值得你培养，因为它代表你不是在聊天，你是在沉淀资产。这也是我一直很想强调的一点。很多人用 AI 最后得到的是即时答案，但真正会用的人最后建立的是一个越来越强的系统，差别就在这里。前者每次都重新问，重新想，重新整理，后者会把每一次有价值的判断慢慢沉淀成后面所有输出的基石。久了以后，你不是越来越依赖 AI， 而是越来越会借 AI 把自己的知识和判断放大。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实用的功能是 Source Guide。当你打开某个资料来源时， Notebook LM 有时会先帮你指出这份资料大概的重点。这个东西很适合用在你刚塞进来一份很厚、很密、很不想自己从头看的资料时，它会先帮你指出几个可能值得注意的方向。你一旦看到这些点，就比较容易问出真正有价值的问题。比如他先告诉你某个产品在印度增长很快，背后是因为电信合作和 Android 整合，那你下一步马上就可以追问，为什么这种策略没有复制到其他国家？如果没有这个引导，你可能根本不会从这个角度切进去。所以 Source Guide 的价值不是代替你思考，而是帮你更快找到值得思考的切口。先讲第一类，也是我认为最值得用的 Reports。这个功能的价值很直接，就是把原始资料快速变成一份结构化报告。现实工作里最耗时间的，很多时候不是你不知道要写什么，而是你不知道怎么开始，怎么排结构，怎么把大量资料整理成一份别人看得懂的东西。Reports 就是在帮你处理这块。你点进去之后，系统通常会给你一些预设格式，但说实话，那些预设通常比较泛。我更建议你看它下面那些根据你资料动态生成的建议格式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建议不是固定模板，而是他先看了你这批资料，再判断你比较可能需要什么方向。比如他可能会觉得这份资料更适合做竞争定位分析，或者更适合做某种 briefing。
这种动态建议的好处是，它会帮你少掉很多前期的空转，你不用从零开始想我到底该怎么整理，它先给你一个可能合理的方向，而且很多时候它还会自动帮你生成一段蛮像样的提示框架，告诉你这份报告应该重点关注什么。这个地方很有价值，因为它不是只帮你写字，而是先帮你搭结构，结构一旦对了，后面你再修再补，效率会快很多。当然，不是每一次系统建议的格式都刚好适合你，比如你上传的是公司银行流水、财务记录，你真正想看的不是一般的那种摘要，而是资金流向、可节省支出、异常变化。这时候你就可以自己定义报告目的，重点不是让 AI 自己写，而是先把你要的结果讲清楚，再让它帮你做初稿。这个思维很关键，因为成熟的 AI 使用者不是把控制权交出去，而是把重复劳动交出去，把判断权留在自己手上。第二个非常值得讲的是 Slide Decks， 很多人一看到这个功能会很兴奋，因为会直觉觉得太好了， AI 帮我做 PPT 了。但我建议你用更成熟一点的角度看它，它最有价值的地方不在于让你直接交出最终版的 PowerPoint， 而是在于它能帮你先提出一条 PPT 的叙事线。这个差别很重要，因为一份好的简报最难的通常不是排版，而是叙事，先讲什么，后讲什么，哪里该讲愿景，哪里该放案例，哪里该切入细节，哪里该收回来，这才是最花时间也最考验能力的地方。所以我会把 Slide Decks 当成一个帮你快速搭 narrative 的工具，而不是最后一件交稿的工具。比如你现在要做一份课程提案给企业客户，你已经把课程内容、营销材料、脚本都丢进来了，这时候你让 Notebook LM 帮你做一版详细的简报，它可能会先跑出一条完整的逻辑线，从大方向开场，再慢慢进入具体场景、案例、产品价值。这个过程最宝贵的地方，不是他做的每一面都能直接拿去用，而是他帮你先把故事走顺了，你不用再对着空白页想半天，这套东西到底怎么讲比较有说服力。当然，这里也有一个现实的限制要讲清楚，有些时候你把它导出成 PowerPoint， 打开后会发现很多面其实是图片，不是完全可编辑的元素。所以如果你期待的是他帮我做完，我一行都不用改，那你会失望。但如果你的期待是他先帮我搭出一个可讨论、可优化的叙事版本，那它的价值就很高。说白了，它最省的是你前面的脑力，不一定是最后的微调工。另外一个很实用的点是，你可以对单章提出修改意见，让它再出新一版。比如某一面的视觉太复杂，你可以叫它简化；某一面的颜色不符合品牌，你可以要求改成品牌色。这个流程很像你在跟一个会做稿的助理来回修方向，它不是完美取代你，但它的确能把从零到一这件事压缩很多。还有一个聪明的延伸用法，就是拿它做直式内容。比如你不是要做传统横式的 PPT， 而是要做适合用手机去浏览的轮播型内容，你也可以直接在提示里讲清楚，指定要直式比例的，适合手机阅读。最后它虽然本质上还是一组 slides， 但你下载成 PDF 后就可以直接拿去发 LinkedIn、Instagram 这种平台。这个用法背后的重点不是它会不会做图，而是你开始把一份资料同时当作研究素材和内容素材来用。对做知识 IP 的人来说，这个很有价值。再来是 Infographic， 也就是信息图。这个功能我觉得比很多人想象中更实用，尤其你做品牌、做社媒、做知识内容，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不是你没有内容，而是你的内容不够容易传播，文章太长，报告太重，别人不想看。但如果你能把里面最值得带走的几个重点快速压缩成一张视觉清楚、风格明确的信息图，它就很容易变成社交平台上的一个内容资产。比如你现在围绕某个活动、某个产品更新，想做一张企业用户最该知道的5个重点，你就可以直接让 Notebook LM 根据搜索帮你整理出重点，再做成一个方形图像，风格上也可以指定的更接近你的品牌方向。这里有一个很好用的做法，就是如果你本身有品牌规范，像颜色、字体、设计风格，你也可以把这类 guideline 一起当做搜索丢进去，然后在提示里明确告诉他要遵循这份品牌规范，这样不只是信息图，连报告和 PPT 都更容易维持统一风格。这个点对于想建立个人品牌一致性的人非常重要。接着讲一个经常被低估，但我自己觉得很强的功能 Mind Map。这个工具的价值不是让画面看起来更有条理，
而是让你在还没认真读资料之前，就能先判断什么值得深入，什么可以先放掉。这个能力很值钱，因为现实里最浪费时间的，从来不是做错一件事，而是把大量时间丢在不重要的东西上。比如你准备一支影片，手上已经塞进很多参考资料，但你很清楚不可能每一面都认真看。这个时候 Mind Map 会帮你把所有主题、副主题展开出来，你一眼看过去就知道哪些分支是对你现在这支内容真正有帮助的，哪些太技术、太边缘，不适合你的受众。然后你可以直接点进某个节点，马上围绕这个副主题展开对话。这个流程很好，因为它让你不是从资料细节开始，而是先从全局结构开始，先看地图，再决定往哪里走。这个逻辑本身就更聪明。接下来我简单带一下第二层级的工具，不是说它们没用，而是它们更看场景。第一个是 Data Tables， 这个功能什么时候有用？就是当你的资料里有很多散落在不同地方，但最后其实需要被整理成结构化表格的信息时，比如竞品定价、功能对比、不同模型规格、不同活动数据，你把这些 source 放进去后，可以直接让它帮你整理成一个可排序、可筛选的表格。这个点厉害的地方，不是别的 AI 也会做表格吗？而是 Notebook LM 的表格是基于你给它的资料做出来的，所以可信度通常更高。尤其当你很在意不要乱编的时候，这种 grounded 的整理就更有价值。再来是 Video Overview， 这个功能本质上是把你的资料变成一个短的旁白式影片。比如你手上有一份很长的访谈稿，20-30面，你不想自己读完，这时候你可以让它做成 Video Overview， 用一种比较快的方式先把主线带你走一遍。尤其是带简单视觉的版本，有时候会比纯音频更容易理解概念。它的核心价值不是替代认真阅读，而是帮助你先快速抓全局。再来还有 Quiz 和 Flashcard 这两个工具，很多人第一眼会觉得太学生气，但其实它们也有实际场景。Quiz 很适合活动、工作坊、培训，用来快速做互动题目。你如果有演讲投影片、讲者内容，直接丢进去，它可以根据 source 出选择题，你就不用再额外花时间帮每个讲者设计互动环节。Flashcard 则更适合记忆导向的内容，比如考试准备、术语整理、重点概念复习。这类工具不一定是每个人都很需要，但在对的场景下会非常顺手。最后还有 Audio Overviews， 这个功能很多人把它讲得很神奇，但实际价值没有那么大，因为很多所谓的深度讲解、辩论、评论这种使用场景，你直接在 chat 里问，通常更快。你如果真的想要更强的批判性意见、更有创意的反馈，反而可能去用别的模型会更合适。所以 Audio Overviews 并不是没用，而是它更适合像是你有长篇的 newsletter 长文内容，懒得自己看，就把它转成音频，在通勤整理东西的时候听一轮。这种用法就很合理。重点不是神话功能，而是把功能摆回它真正适合的位置。讲到这里，我顺便补充一下自己长期会反复用的几个 Notebook 场景，因为这些场景很能说明 Notebook LM 最真实的价值。比如会议纪要的知识库，你把自动转录出来的会议记录集中放进去，这样每次开会前，你就可以先问几个精准问题，快速找回上下文，而不是重新翻一堆笔记。再比如像税务和会计场景，把财务报表、税务规则一起放进去，再基于这些资料去问你能申请哪些扣除，哪些支出应该要注意。这些案例都在说明同一件事。Notebook LM 最适合做的是帮你处理本来就在资料里，但你不想自己一点一点翻出来的问题。不过到这里，我还是要把一个最重要的边界讲清楚。Notebook LM 最大的优点是高准确度，但它最大的限制也来自这里，因为它越依赖source，就越不适合那种需要高创意发散的工作。你如果现在要做的是脑爆创意，写广告文案，发想全新概念，写代码，做更开放式的策略推演，那你应该优先找 ChatGPT、Gemini、Claude 这一类更擅长创造和推理的工具。真正会用 AI 的人，不是在找一个万能工具，而是在搭一个分工清楚的系统。谁负责准确，谁负责创意，谁负责整理，谁负责产出，每个工具各司其职，这才是正确的方向。所以如果今天你问我 Notebook LM 这波更新里最值得你重视的，不是哪一个按钮最强，也不是哪一个功能听起来最酷，真正值得你学会的是它背后的使用逻辑。
你不能再把它当成一个我问一句他答一句的聊天工具，你要开始把它当成一个围绕资料工作的生产系统。你先把资料框住，再把目标讲清楚，然后把中间的来回对话沉淀成资产，最后直接往报告、简报、信息图、结构图这种实际成果去推。只要你开始这样用，它的价值就会完全不一样。很多人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工具，而是还在用旧时代的动作操作新时代的系统。你以为自己是在升级效率，实际上只是把原本零碎、低效、混乱的做法搬到一个新的平台上继续重复，所以最后你会觉得 AI 也不过如此。不是 AI 不行，是你没有先升级自己的方法。如果你想更系统的把 Google AI 变成一个可以提高效率，甚至帮你赚钱的工具，我已经整理好一份完整的 Google AI 变现工作浏览图，里面不只是工具介绍，而是完整的流程，可以直接用的模板，还有执行路径，链接我放在说明区，你可以直接去拿。真正会用 AI 的人，不是问最多问题的人，而是最会设计流程的人。不是看到新功能最兴奋的人，而是最会判断这个功能该不该进自己系统的人。你一旦开始用这种方式看工具，你就不会再被表面更新牵着走，因为你关心的不是它又多了什么功能，而是这个能力能不能替我省掉一段重复劳动，能不能让我更快做出结果，能不能让我把时间留给更高价值的判断，这才是这个时代真正值得你掌握的新规则。如果你想摆脱那种每天都很忙，但产出还是很乱、很散、很不稳定的状态，那你接下来要升级的不只是工具，而是你使用工具的方式。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会继续带你拆这些真正有用的新规则。我们不讲表面，不讲热闹，不讲那种听起来很厉害但落不到结果上的东西，我们只讲一件事：怎么把这个时代最强的工具真正变成你的优势。我是 Terry Ong， 我们下一支视频见。